委内瑞拉大变，移民拉美春天，全世界的委内瑞拉人都在庆祝，这是不是代表好日子要来了？估计好戏在后头了。这不仅仅是独裁者的倒台，而是整个拉丁美洲社会经济安全的大洗牌哦。好啦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吗？今天就来深入研究这场大变局对于委内瑞拉以及拉丁美洲来说，到底有什么影响？Vamos。那些新闻都在报道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。我最关心的问题是，那位刚拿到诺贝尔和平奖的 Machado 是不是该风光回国当总统呢？想太多了，那只是理想中的好莱坞剧本啦。马杜罗都被美军打包带走了，好人是时候上场了吧？我都准备去买张机票，去加拉嘎斯看房买房，准备闷声发大财了。很理解大家心里都想要一场正义审判，把那帮人过去20几年的账算清楚，但现实是委内瑞拉正在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，很难一步到位大团圆结局了。那什么都做不了了吗？我觉得应该尽快举行民主选举，选出新政府来管理国家才对啊。美国提出了3个阶段的路线图，第一是稳定，这是目前的唯一重点，在于避免混乱，防止内战，防止人道主义灾难。第二是复苏，恢复石油生产，让国家有收入，解决吃饭问题，也能让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人回国。最后才是过渡，在吃饱饭不打仗的前提下，民主选举才会发生，才可以实现和平稳定哦。把民主大选排在最后，是在暗示未来1年半载都有可能危机重重吗？或者说有很多挑战吧。可以说委内瑞拉暂时是一个被半军事化管理的国家，而不是正常的民主国家。而美国认为现阶段的唯一重点就是防止委内瑞拉陷入混乱，防止社会秩序崩溃啊。带头大哥都倒了，还能怎么崩呢？崩低吗？他养了20多年的那些马仔、军头、古巴雇佣兵，还有拿着枪的黑帮，难道都会乖乖排队去坐牢吗？也是哦，古惑仔电影都演过，龙头大哥挂了，下面的小弟肯定要争地盘，搞不好直接开批了。所以为了不让局面失控，美国就选了一个折中方案，让马杜罗的副手 Desi Rodriguez 先接手当临时话事人哦。就是那个整天骂美国的大婶吗？他有什么能耐当总统呢？我看他以前也是好事多为的人吧。Rodriguez 一直处于权力核心中，他跟他哥哥 Jorge Rodriguez 可是委内瑞拉政坛的超级兄妹档啊，哥哥管议会，妹妹管行政，手里既有筹码，又能跟军方说得上话，还是能跟美国谈判的一个人物啦。原来也是家族企业啊，但为什么不找反对派 Machado 呢？人家民调支持率70%以上耶。原因很残酷了，美国在1月3日的记者会上就很直白地说了，他们认为 Machado 在委内瑞拉国内没有受到尊重。麻烦你翻译一下是什么意思嘛？意思就是，虽然他名望很高，但指挥不动军队，也压不住那些既得利益者。他对旧势力的态度太强硬，一旦上台，很可能会搞大清洗。那帮军头为了保命，肯定就会枪杆子出政权，就是会造反了。所以美国现在是自己当董事长，让旧官僚当临时 CEO。至于那帮军头嘛，怎么没有一网打尽呢？如果一次过全部都抓了，该多好啊！理想与现实，美国选交易，只要那帮军头不闹事，配合美国维持秩序，就暂时不抓人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了。不过我看新闻，这个临时大总统嘴很硬啊，还在喊什么没有外国势力干预。那到底美国是怎么实行管理呢？你猜，在马杜罗被捕之前，美国有没有接触过 Rodriguez 这对兄妹呢？你看他很顺利的第2天就接任总统了，还算是就职嘞，而且还跟中国、俄罗斯的大使友好拥抱，无缝连接的有点诡异啦。估计 Rodriguez 的情
情况就是表面上要维持对美国的强硬态度，安抚国内那帮反美的军头，让他们觉得我们还是一伙人，私底下就得乖乖的跟美国合作，这样才能把石油运出去赚钱啊。这是在饰演两面人的角色啊，都可以拿奥斯卡影后，但他为什么要听美国的呢？继续反美也可以啊。因为美国的军队就停在家门口外的加勒比海啊，现在海上航线被封得死死的，不管是卖石油还是卖面粉啊，没有美国点头，一条船都出不去。现在的计划就是委内瑞拉生产的石油，美国全买了，相当于成为了总代理。这算不算是建立了美国秩序呢？目前看来，委内瑞拉依然处于维稳时期，很多规则还不明确，连台上的人明天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呢。经过这么一分析，都觉得背后发凉。那边现在就是个高压锅，感觉随时会炸呀。那也不用太悲观，只要美国可以手捏石油运输的咽喉，落实胡萝卜加大棒的策略，应该能达到一种恐不平衡的状态，也算是维持了稳定了。看来委内瑞拉的春天还是很遥远。这个黑帮分舵被封了，那些混不下去的小弟们会不会全跑来我们厄瓜多这边呢？这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讲的问题。这场地震的中央在委内瑞拉，但余波可能会正在冲向我们哦。欢迎留言说说看法，有任何错漏也请多多指教。既然委内瑞拉这个带头大哥倒了，在那边的黑帮会不会全部涌进周边国家来避难呢？有道理，但他们不会是来避难，而是会来赶货了。还想赶货，真是顶风作案啊！原本有3条路线贩运面粉，分别是厄瓜多的太平洋、巴西的亚马逊，以及委内瑞拉的加勒比海。美国海军现在把加勒比海围得像铁桶一样，你说会怎么样呢？通往美国、欧洲的路就没有了，那黑帮是不是要集体失业了？这个产业链没那么容易崩了，哥伦比亚的工厂都没停工，墨西哥买家的订单也没有取消，几百吨的货都囤积在仓库里了，总得找地方出货吧？那只能走另外2条路啦，厄瓜多或者巴西咯。没错，以前货都分3路走，而且委内瑞拉的路线安全度还相当高嘞，现在全挤到剩下的路线，接下来的竞争一定会相当惨烈了。这么大的流量过来，当地政府不会坐视不管吧？所以美国现在已经跟厄瓜多政府紧密沟通，加强安保。这也意味着扫毒行动还有黑帮争抢地盘的冲突，在短期内可能会大升级哦。这等于说委内瑞拉那边安静了，但治安压力全转移到其他国家了。所以选择落脚点就是保安全的关键了，要避开那些物流节点，也就是沿海港口或者边境地区，尽量去安第13的城市，因为不靠海就没什么货运嘛，黑帮活动也会少很多啦。还有个问题，如果委内瑞拉那边稳定了，那些以前跑出来的难民是不是也该回家了？这对我们生活会有影响吗？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，在厄瓜多的委内瑞拉移民里，有超过70%人都想回去重建家园。说实话，即使是以前逃出了委内瑞拉，但很多人都过得挺辛苦，也很难找到工作呀。是的，因为很多人是没有合法身份，只能在十字路口位置卖糖、表演杂耍，甚至是乞讨为生，还可能面对各种歧视。根据联合国统计，这10年间从委内瑞拉出逃的人数超过770万人。700多万啊！这等于整个香港的人都搬走了，他们都去哪里了呢？遍布整个拉美甚至欧美，接收最多的是哥伦比亚，都快300万人啊。其次是秘鲁150万人，还有厄瓜多50多万人。这对各个国家都是巨大的负担。这么庞大的人群，如果真的有70%人要回流，那边现在百废待兴，这是不是个发财的好机会呢？这就是重点了。美国接管后，石油产业重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，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希望跟饭碗。
还有服务业、旅游业等等，应该都可以发展起来吧？有人就有需求嘛。没错，而且他们一旦离开，对于住在厄瓜多或者周边国家的人来说，会是巨大的隐形红利哦。可以想象到，街头乞讨的人少了，公园里露宿的人少了，医院、学校也不会那么挤了。原本因为难民潮而造成的社会对立气氛也会消失，整个城市的治安市容都可以会肉眼可见的变好。所以委内瑞拉的大变局，在短期内毒品路线转移会让周边国家变乱，但长远来看，这是在给整个拉丁美洲来了一次排毒美颜啊。不过结论还是那个，在局势还没有明朗之前，就不要去委内瑞拉投机取巧啦，老老实实考虑其他拉丁美洲国家，才能找到避风港吧。但如果看到有很多人开始回去委内瑞拉，这就说明局势已经稳定，开始进入复苏阶段，这是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。那么民主选举也不远了吧？相信是指日可待了。无论移民去哪里，都要做好功课，来看看这支影片，了解更多移民资讯吧。相信这场大变局还在继续，我们会持续追踪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朋友，就不会错过最新影片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乔乔，拜拜。